爱宝的饮水盆有了不一样的变化，饮水盆里面的水成了小喷泉的形状。这时爱宝眼瞅瑞宝又打算去自己的饮水盆里洗屁股，赶忙跑过去给瑞宝赶走。爱宝给瑞宝按在身下一顿收拾，让瑞宝离自己的饮水盆远一点。挨揍后的瑞宝赶忙逃走，3两下就爬到了树上。等爱宝检查完自己饮水盆后，折返回来，看到了此时在小亭子旁边的辉宝。爱宝误以为这是瑞宝，等给辉宝打了一顿后，才发现自己打错人了。尴尬的爱宝立马收手，四处张望着，心想瑞宝跑哪去了？瑞宝这里，直到一会儿妈妈离开，圣谢阿姨来到园区后才赶下来。圣谢阿姨来了，瑞宝也不害怕了，马上就安逸上了。瑞宝慵懒地躺在圣谢阿姨的怀里，舒服的不像是个熊。而圣谢阿姨看到瑞宝这么可爱，也舍不得离开。虽然工作已经完成，但就是不想回去，想着躲在瑞宝身边玩一会儿。此时的辉宝不愿意了，来到小亭子边，呼喊着姨母，表示姐姐可以了，该轮到自己了。小亭子上有胡萝卜，辉宝不吃，必须吃圣谢阿姨亲自喂给自己的。姐妹俩这人小鬼大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为什么同样的食物，辉宝吃的却比瑞宝吃的胖？那是因为辉宝吃饭时喜欢狼吞虎咽，而瑞宝吃饭可是细嚼慢咽。辉宝吃完后还拿起盆跟爷爷讲：“爷爷再给我来一盆。”宋爷爷这周在最新视频里表示，自己这周在园区玩水玩得很开心，就连游客们一时都忘记了这里是熊猫展区，不是宋3岁展区。这周宋爷爷的视频可谓是乐宝特辑，记录了乐宝完整的一天，从乐宝早上体检开始。乐宝体检时这熟练的动作已然和爷爷的行为融为了一体，爷爷一抬手，乐宝就能猜出爷爷的下一个动作。这连贯的配合根本不像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交流，更像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默契。不过今天的乐宝似乎对宋爷爷的相机更感兴趣，乐宝面朝相机和镜头前的姨姨们打了个招呼。宋爷爷看乐宝今天很有镜头感，于是把相机往前放了一下，果然乐宝很想上镜。而这样姨姨们也可以看到乐宝之前的满重眼现在已经完全好了，黑色眼圈的毛发格外的亮丽。对于保家的治疗这一方面，韩国一直做的都很到位。检查完乐宝的体温后，便到了乐宝出门营业的时间了。为了乐宝能感到一丝凉爽，宋爷爷先是给乐宝的园区浇了一遍水。都说乐宝的毛发亮，这次看到乐宝坐在太阳底下的样子，确实如此。乐宝的毛皮大衣在太阳底下都亮到反光了。乐宝在园区吃了会儿竹子后，打算去小树上晒太阳了，顺便还给游客们展示了一下自己之前毛发脱落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长出来了。早上乐宝在室外活动了一会儿后，便回到了室内园区。因为中午的太阳太大，室外园区太热了，所以一般到了中午，爷爷就会让乐宝回室内园区玩耍。给乐宝喊回室内后，宋爷爷来到了爱宝园区，给爱宝开门，让爱宝也回室内园区。爱宝这肉嘟嘟胖乎乎的样子，韩国姨姨们称其为肥美，并表示乐宝拥有这么可爱和漂亮的妻子，真是便宜乐宝。宋3岁的手工小展览馆又更新了。宋3岁称这个地方为保家记忆存档地，里面不仅有着关于饲养员们的东西，还有着世界各地保家粉丝们给保家成员送来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在这周视频里，宋爷爷提醒到保家粉丝们，有关于福宝负面消息的新闻，大家不要去相信。宋爷爷表示，因为福宝现在过得很好，让保家粉丝们放心。而这周保家其他成员的生活也很是幸福。爱宝这里每天都能来室外享受新鲜的空气以及充足的日光浴，室外的生活总能让爱宝感受到久违的清静和自由。而瑞宝辉宝这里，这周还是在跟爷爷训练自己回家的过程中。宋3岁与姐妹俩之间，每天到下班就比谁的耐心足，看谁更着急。瑞宝辉宝忍不住了，自己就会回家，而宋3岁忍不住时，就会二话不说，直接来到园区给姐妹俩抱回去。另外，这周宋爷爷为了满足姐妹俩对体检的向往，特意在爱宝体检结束完时，又让姐妹俩体验了一下体检的感觉，看给辉宝急的几个鼻子都变形了。爱宝体检完，很快宋爷爷就给姐妹俩拿来了大竹笋，甚至为了流程齐全，宋爷爷的体温计都没放下。辉宝秒懂爷爷的意思，学着妈妈的样子，一屁股坐在体检台前，有模有样的从体检台窗口里伸出了手。而这时瑞宝凑了过来，一下给辉宝挤开了。姐妹俩这积极性很是讨喜，这以后长大了，爷爷们根本不用烦心姐妹俩不配合的问题。宋爷爷也懂得雨露均沾，姐妹俩挨个量体温，挨个喂竹笋。姐妹俩这次既享受到了体检，也享受到了小零食，很是满意。一人抱着一块大竹笋，整整齐齐地躺在地上啃着。姐妹俩这相似程度，简直就跟复制粘贴。今天韩国姨姨来到中国看福宝时，遇到了福宝撒起床气的样子。
这让韩国怡怡想到了福宝2年前的时候，当时福宝还没有独立，爱宝当时正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福宝正趴在小树上睡觉，也是睡到一半，突然醒了过来，自己在树上发出了汽笛的声音。而爱宝则全程没有受其影响，完全没有理会福宝。对于这个行为，韩国怡怡解释道，福宝这其实是在打嗝，并不是被吓到，而且这个福宝和爱宝当时一起营业时的视频也可以证明外部环境并没有发生异常情况，如果有的话，爱宝会比福宝先察觉到危险，不会如此的淡定，一直在小床上吃竹子。而对于大熊猫受到外部惊吓时，也不会是这般反应，正常大熊猫受到外部惊吓时会耸动上身，怒视着自己生气的地方，然后摆出攻击姿势，试图吓退对方。而福宝这次的汽笛声音就像人类一样偶然间的打嗝，而且还有我国怡怡在现场看到了有个小飞虫一直在福宝眼前飞来飞去，视频中也确实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个小飞点在飞来飞去，或许是小飞虫打扰到了福宝睡觉，所以起来后开始了打嗝。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福宝，福宝很快趴了下来，一边打嗝一边睡觉。而整体来看，福宝一天的生活里，这只是一点小插曲。福宝昨天不仅在园区玩耍得很开心，而且还吃了许多美味的竹子。之前有人说福宝竹笋和竹笋皮分不出来，会一起吃掉。福宝在今天吃竹笋时就给自己辟谣了这一点。福宝一口竹笋咬在嘴里后，明显感觉到了不对，立马用小手去摆弄，发现抓不出来，福宝便将嘴巴里的竹叶和竹笋一起吐了出来，然后放在了小肚子上，将竹笋单独吃掉。福宝虽然吃东西看上去总是大口大口的，不挑不拣，但实际上福宝的每一个动作都体现在了细节里，是一个能照顾好自己，而且不会让粉丝和饲养员们担心的懂事儿宝宝。福宝在小床上吃完竹笋后，又来到了自己的蜂笼前，将竹球蜂笼里面的胡萝卜拿了出来，又吃了会儿胡萝卜。等福宝吃饱喝足后，便在奶爸给自己精心搭建的独木桥上开始了玩耍。而且最近福宝越来越懂得保护自己了，因为福宝现在每次都会将青团隐藏起来，为的是不让敌人发现，产在了令奶爸和哪只大熊猫能抵挡得住一根鲜嫩竹笋的诱惑呢？只见宋爷爷拿着一根包得干干净净的竹笋，对着瑞宝晃了2下。此时正在爬树的瑞宝就从树上主动下来了。好的，今天下班时间到了，姐妹俩此时还没玩够。瑞宝正趴在竹子风铃上，辉宝则正抱着小树干在姐姐下面偷咬姐姐的脚丫。而宋3岁这里很快就等不及来园区收熊了。宋3岁拿着一根大竹笋来到园区，蹲在小亭子前，呼喊着姐妹俩下来，表示自己手里有鲜嫩的大竹笋，不过只有一根，先到先得。瑞宝听见后赶忙爬下小树，小碎步跑到爷爷身边。宋爷爷看到瑞宝过来了，瞬间化身宋3岁，赶忙起身离开。宋爷爷这是又给瑞宝耍了。瑞宝起身去追宋3岁，但很遗憾瑞宝没有追上，气呼呼地走了回去，表示自己不可能再上宋3岁的当。谁知虽然宋3岁没有再出来，但给爱宝喊了出来，让爱宝出来收熊。瑞宝表示宋3岁真是越来越玩不起了。不过爱宝这次出来没有喊姐妹俩回家，只是在园区转了一圈，喝了点水后就回去了。看来这次宋3岁没有给够爱宝好处。爱宝不想给宋3岁白打工，但是此时的瑞宝已经按耐不住了，走进了通道门去找妈妈。宋3岁看到瑞宝走了进去，手疾眼快立马给门关上了。等辉宝过来时，辉宝一脸懵。宋3岁这是又在跟辉宝玩心理战了。如果现在给辉宝把门打开，辉宝并不会走进去，反而会掉头离开。只有耗尽辉宝的好奇心，再给辉宝把门打开，辉宝才会进去。果真辉宝很快就按耐不住了，主动走到了通道门口，查看这个门为什么关上了。不过此时宋3岁还是没有给门开开，辉宝也是有脾气的，不给自己开门，那自己就不进去了。辉宝转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宋3岁这下感觉自己立马给通道门打开，但辉宝此时已经不想回家了。一会儿就算宋3岁出来跟辉宝求情，求辉宝跟自己回家，辉宝也没有理睬，反而还爬上了小亭子，表示让宋3岁自己回去，自己今晚就在园区睡了。辉宝现在再也不是之前愣头愣脑的辉宝了，再也不会被爷爷轻易拿捏了。面对精力永远也消耗不尽的姐妹俩，爱宝脸上挂满了来个人快将姐妹俩带走的模样。爱宝此时看着姐妹俩表示，这要是在野外我早给你俩丢了，然后一个人去享受自由，而这在园区一天天跟你俩是操不完的心。爱宝对着姐妹俩一通发火后，姐妹俩立马老实了。而此时爱宝也等来了宋爷爷的呼喊，去了室外园区。而辉宝这里听见爷爷的声音后，跟着跑了过去。爷孙俩没有原因的一言不合就开跑，围着园区环绕一圈后，爷孙俩又一致默契的都停了下来。
不过这默契程度与爱宝和奶爸们的默契程度还差点，毕竟爱宝与奶爸们8年了，爱宝会在奶爸给自己擦地时默契的抬腿，并且无条件的信任奶爸不会伤害自己。同时，爱宝和奶爸之间交流已然到了无障碍沟通的地步，爱宝更是完全拿捏了奶爸们的流程。例如，爱宝想去室外时，爱宝就会先在通道门口等一会儿，示意自己想去室外了。而看到通道门没有动静后，爱宝也没有生气，会想肯定是奶爸在忙。之后，爱宝会走到奶爸的通道门口，跟奶爸示意自己想去室外玩耍。当奶爸们亦或是其他饲养员们听到爱宝的声音后，便也懂了爱宝的意思。这时爱宝只需要去通道门口等着就可以了。这就是爱宝与饲养员的默契。而爱宝去室外后，饲养员们就会来到室内，给爱宝放置新的竹子，以及陪姐妹俩玩耍。宝家现在和饲养员们的默契程度以及听话程度，更像是朋友之间的关系。